迫不及待沉睡中醒来，故事从这里揭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，等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呼唤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你们俩是一对儿啊？不是，还不是。啊，还不是，就是有可能是，对不对？我会努力的。思深呢？他在学校罚抄作业呢，老师说了，罚完以后给我打电话。他又跟同学闹矛盾了？我上个洗手间，你们慢慢喝。我去看一下我老师怎么了。哦，你去。王春，你背上了伤。关门。谁都不能说。老师，你这伤像是皮带抽的呀，是他打的。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不是很恩爱吗？没什么，你误会了。老师，要是真的有什么事儿，你不能忍啊！我说了，你不要误会了。我刚刚进来不小心滑了一下，我现在没事了。我要上洗手间，你出去吧。出去吧。他的妇产科过得还很潇洒。我看他真不像是闹着玩儿，跟他实验室合作的科研项目很快就要落地了，还喜欢上了一个妇产科最优秀的女孩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？很倔，很上进，然后为了自己的目标可以吃很多苦的那种。他就连喜欢的女孩，也很像他的妈。哎，对了，过几天就是915了，用不用给您订花啊？哦。哎呀，这日子过得好快啊。小北，那就麻烦你帮我订一束吧。还是落日珊瑚吗？对。谢谢你还记得。我觉得你们父子俩真挺像的，但是有一些误解，还是要早点说清楚啊。您说有什么痛苦还能大过失去的痛苦呢？还有手术，走了。去吧。这一晃也就走了快20年了。我们的儿子现在跟我是水火不容。我不知道
你听了会不会开心呢？他现在留在了你曾经工作过的科室，喜欢上了一个很像你的女孩。我想是时候应该告诉他过去发生的事情了。我一直把他当作孩子，但是现在他都能威胁我了。15号，那就15号吧。我把你最后留下的东西交给他。从此以后，他不理我也好，恨我也罢，听天由命吧。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妇产科专家，给我们介绍了宫腔镜应用的几例前沿手术。那么今天上午的分享到此结束，请大家移步餐厅共进午餐。下午我们的会议2点准时开始，谢谢大家，散会。再见。哎，谢谢。田主任，田主任，你们院最近好像有点沉默呀。以往你们可都是学术会议的绝对大主角，这次怎么只带了1台手术案例？这可不像你们盛记的风格。哎呀，最近啊，孕产妇比较多，实在忙，没时间整理资料，不像贵院兵强马壮的哈。学术、临床两手抓，两手都硬。哪里，我要是有像您田主任这样的人才，那才勉强算得上兵强马壮。哎，盛记呀，虽然好，可历史包袱太重，压力太大，空间小。田主任最近主管大局，有没有觉得需要换一个比较轻松点的环境？习惯了啊，这有一天身上没点压力啊，都觉得飘渺。田主任还真幽默。哎，听说你们神外科的那个刘正华马上要提升副院长了，这一下你们妇产科的压力可就更大了。这事还没定呢。怎么没定啊？前几天你们院长上这儿开报告会来，哎呀，可没少夸这刘正华，这次8、9不离十。哦，我们这个搞业务的吧，就是一天到晚就是闷头做手术。这事儿还真不太清楚。哎呀，甭管怎么说，我们院的大门永远为田主任开着啊！咱吃饭去。您先去，我到房间里拿点东西，一会儿我再找你。那一会儿见。好，哎。黄主任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，大概是一半一半的样子吧。据说现在班子里有2种意见，一方面呢就倾向于刘正华，资历深，神外在他的带领之下，出了不少的好成绩。如果再倾斜一点资源给他的话，神外肯定能够成为盛记另外一块金字招牌。还有，据说他明年也要申报院士了。这些啊，都会是盛记将来巨大的荣耀。另一面就认为不能让大家觉得张主任人走茶凉，妇产科的盛名在外，产妇激增，需要院内大力支持。所以两边呢僵持不下。不过呢，现在还有一个人没有表态，那个人就是王副院长。王副院长是非典之后提拔起来的，说话很有分量。如果他表态支持你的话，其他中立的人也会跟着投的。总之，神外和妇产科都缺床位，急诊看着你们都讨厌，现在就看谁能说服王副院长了。这样吧，我请王副院长吃个饭，跟他好好聊聊。
哎，王院长您好，我是妇产科田云山，小田儿。哦，田主任啊，什么复杂病例要你亲自给我打电话？啊，是这样哈，最近这孕产妇比较多，好多都是咱们急诊收的，我们床位也不够，给急诊也添了不少麻烦，所以呢，想请您出来吃个饭，跟您好好聊聊接下来怎么配合急诊的工作。太客气了，我这几天都在外地出差开学术会议，没有时间。等我回来再聊啊。好吧，那就等您回来，请您吃个饭，好好聊一聊。好的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过2天就投票了，直代会再回来，也没什么用了。要不我再去找找他的大弟子，联络感情。那你受累了，我今天请你吃好。哎，别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客气。我这么做是为了妇产科，不是为了你。众所周知的事情，也不至于这么说出来呀。你看我这1年，忙前忙后的，头发都白了，压力这么大，就算陪我吃个解压饭行不行？给个面子。行了行了，反正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没有当上这个大主任。这边请。这家餐厅开在医院旁边，我一直没来过，听说很好吃。好吃是好吃啊，有点不太方便，每次来都能看见医院的人，重要的事情不能在这儿谈。科室聚个会啊，还可以。看来是有人在这谈大事儿啊。谁呀？王副院长。他不是说他出差了吗？你下手晚了，可能他是不希望太为难吧。这个刘振华，我还真以为他是正人君子、老古板，交际面挺广。不行，我得问问怎么回事。哎，别！万一王副院长一尴尬，以后什么事情都不支持你怎么办呢？何必呢？来，吃饭了，孩子饿了。哎，过来想想办法。想想办法。念白，明早查房后来下我办公室。好的，田主任。帅吗？帅的，对不对？笑起来真好看。什么病？莱什奈汉 syndrome， 中文叫自毁容貌综合症。不是脑瘫吗？脑瘫是婴儿出生前到出生后1个月内，脑发育早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非进行性脑损伤综合症。但你们的孩子是基因问题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为了治这个孩子脑瘫，我们几乎倾家荡产了。这次来也是跟亲戚借了好多的钱来生你生，我们就是怕再生一个脑瘫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建议你们最好全家做一下基因检测。这是一种 X 连锁隐性遗传的先天性嘌呤代谢缺陷病。人体中有一种酶，也就是次黄嘌呤、鸟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。当缺乏这种酶的时候，分解产生的鸟嘌呤和次黄嘌呤不能通过补救合成途径合成核苷酸，就都会代谢成尿酸。当孩子体液内累积了大量的尿酸，会影响他的脑和肾脏，导致神经异常、脑发育不全。外在的表现就是智力低下，有攻击和破坏性行为，会经常咬伤自己的嘴唇、手和脚趾，所以也叫自毁容貌综合症。所谓 X 连锁隐性遗传就是传男不传女。你是说，我们这个小的也有可能？有可能。查，我们马上查。
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，得这种病的孩子几乎都活不过20岁？不忍心。我不忍心让他们刚刚拥有希望就破灭，我更不忍心当着一个10岁孩子的面，告诉他，他的人生最多还有10年。那这个病还能治吗？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在怀孕前做检查，怀孕前的基因筛查是最好的办法，就能避免让携带遗传病基因的孩子出生。那已经出生了，我得问问我的导师，看看目前有没有确定的基因治疗方法。如果小的也是，你说这一家人可怎么过呀？让你的导师尽量帮帮他们吧。如果海外有这方面的治疗实验，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纳入实验治疗的范畴？国内目前基因的治疗不怎么多见。副市长，我会尽力的。谢谢你，刘医生。我先去忙了。这可能是世界上的男性最不愿意见到的传男不传女的东西了。你这个话我可以写到段子里。人类已经发现3000多种遗传病，其中250种都只在男性身上发病。决定性别的一对染色体，男人是 XY 组成的，女人是 XX。当 X 染色体出现问题时，男人一定会得病。那女人还有一条健康的 X。当 Y 染色体出现问题时，男人一定会发病。那女人就没有 Y， 所以男人真可怜，你要对我好一点。基因研究的确是对优质生育有很大的作用，这件事情你要加油，尽快把项目落实下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护士长怎么对这家人这么关心啊？这检查结果还没出来，你可不能走。我都没有钱再住下去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这婆家人实在是太过分了，说孩子的病是妈妈遗传的，然后扔下离婚协议书就跑了。我都跟他们说了，这小儿子不一定有遗传病，是不是念白？难道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孩子是无辜的，就算他们有缺陷，我们也不应该放弃他们。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。照顾老大的这10年，我天天心惊胆战，每天早上起来都不知道他自己把哪弄受伤了，孩子也疼啊，天天哭。现在小的都这样了，他爸还跑了，我扛不住了，我真的扛不住了。我能帮你，刘医生也能帮你，是不是刘医生？我跟那边实验室说了，他们愿意把2个孩子纳入基因治疗的实验计划，治疗费全免，只是差旅食宿得自己出。我出。为母则刚，你听过这句话没有？你是做母亲的人，你的心、你的肉体都要像钢铁一样刚硬。你自己软弱了，留下孩子在世间受的那种苦，你都难以想象。你只要在，孩子不管有多苦，他至少可以有你抱抱他，可以给他擦眼泪。听到没有？你要好好活着，啊！妈妈不哭，哥哥会乖，哥哥有病，哥哥会尽快治好，保护妈妈。
回头买机票、订住宿需要多少钱，你记得告诉我。我尽量找当地的朋友借套房子给他们住，反正那些人有的是房子，还能落个做慈善的美名。好孩子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护士长。我今天才知道，一个老护士长，见惯了各种悲欢离合，心底居然还这么柔软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赶紧干活去吧。我能帮上什么忙？你好好的就行。什么叫我好好的就行了？哎，你今天在病房还是去田主任那儿？有点半夜回来。今天怎么回事？给我装神智。闪闪，吃饭了没？闪闪吃了，闪闪今天吃好多肉。哎呦，外婆又给你烧肉吃啦？妈妈，今天什么时候回来？妈妈下班就回来了。你在家要乖哦。闪闪乖，闪闪最乖了。闪闪爱妈妈。闪闪，妈妈知道你这样的孩子是最棒的，是很有爱的，是很棒的。你是最棒的。闪闪最棒了，闪闪最棒了。你是不是想让杜弟进你的项目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个我还得问问他的意见。不是因为你的推荐啊，他本身就有这个资格，你也不用让他想太多。这个呢，是你母亲病历的复印件，拿回去慢慢看，有什么解不开的疑惑，打电话问我。谢谢田主任。张主任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学生无能啊。但是为了生计妇产科，我豁出去了。妈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绵绵怎么醒了呀？做噩梦了。做什么噩梦啦？跟妈妈说说。你不让我吃糖，然后我非要吃，你就哭，哭得好伤心。我认错了，你还在哭。妈妈怎么会哭呢？你见过妈妈哭吗？没有，妈妈一直是笑眯眯的。你个小馋猫，我看啊，不是妈妈哭，是你馋得流口水，滴到枕头上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好好的躺下，糖我们明天可以吃，但是现在呀，好好的睡觉，只有好好的睡觉才能长大个儿，是不是？那你什么时候睡啊？妈妈现在就睡。杨叔39+6，子宫肌瘤，之前在外院。是啊，之前说没事儿，说那孩子跟肌瘤可以并存的，可是突然之间那个肌瘤就增大了，他呢又吐又发烧，我儿子又不在家，我们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儿子就说赶紧把他送到生计来，还没确定是良性还是恶性。杜医生，这位患者我接手了，以后由吴聪日医生负责。
田主任刚刚收进来的，他说让我负责。田主任刚刚也说了，子宫肌瘤我比较擅长，你跟吴医生交接吧。这是我们妇产科的黄韵玲黄主任。黄主任，姐，看到聪瑞进病房了吗？大名了。对，都说您是盛济医院妇产科的活招牌呀，杨叔有您来负责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你替聪瑞说说好话。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。目前看来，这个子宫肌瘤虽然迅速的增大，但是应该还是一个良性的肌瘤。啊，是个良性的，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们生怕是个恶性的。怀孕合并子宫肌瘤，估计发生率不到5%，但是也不用太担心。这样的病例我们之前也处理过。明天一早我们会联合几科进行会诊，会诊过后马上安排手术的时间，一次性把孩子和瘤子一起取出来。好，谢谢谢谢啊！孩子的父亲不在啊？哦，孩子他爸爸在工地上，最近工期太忙了，他赶不回来。不过没事儿，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们说就行。好的，那麻烦吴医生安排一下会诊时间。好的，好好休息，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可以找吴医生。谢谢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不是之前说是田主任负责吗？怎么突然间换成这黄主任了？你可别瞎操心了，我都听说了，这黄主任很厉害的，一般人找他看根本排不上队的。是吗？对，这黄主任和手下的吴医生都特别厉害，而且吴医生心细，对咱们家属特别关心。那杜医生不行，上级医生交代的事情吧，老是跟家属说不明白。看不出来啊，表面上看挺利索的嘛。是吗？哦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说了啊，夸了。人是抢到了，但是他这个病例很复杂，你要12万分的小心，千万别出什么岔子了。谢谢老师。哎，你终于开窍了，我是既开心又感慨。要是老师有能耐，你就不用这么费劲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孩子真是怀的不是时候，要是没有他，我当上了大主任，你这个住院总就顺理成章了。千万别那么说，孩子不管什么时候来，都是上天给的最好的礼物，什么时候来都是对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差点忘了，你是保护孩子、爱孩子的小吴医生，这个态度不错，我收了。喂，啊，是的，我是陆思琛的妈妈。什么？派出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来。我陪你去吧。哎呀，不用，病人的事情要紧。你今天必须要把杨叔所有的检查都做了，还要安排明天的会诊。我去就回来。你好，王大夫让我拿报告过来找。脐橙的血压，我看看哈，我看一下这个切入。这黄主任怎么还没来呀？我昨天晚上跟他确认过时间了，我再去催催啊。大肚子的主任不容易，等等吧。关机。田主任，黄主任找不到了，这一屋子的人等着他来会诊呢。非要让我把这个病人给他管，这下倒好，管的人都不见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今天这个病例呢，我跟大家一起会诊一下。哎，杜迪，你先进来。好。患者35岁，初次怀孕，胎儿横位，直径15厘米的巨大子宫肌瘤紧紧地扒在子宫下段，肌瘤下方是全层血窦扩张，血窦下方的胎盘从宫颈内口一直延伸到子宫前壁。胎盘、肌瘤、血窦，3个大出血分娩点，
形成了一个包围圈，牢牢地守在了子宫下端。如果选择常规的切口，先要剔除肌瘤，会导致血窦开放，形成急性胆出血，这个不可取。如果在肌瘤的上方切开子宫，以胎盘打洞的方式娩出婴儿，在剥离胎盘的时候，子宫的下端也会形成大出血，也不可取。如果在子宫体部切口，会直接影响到子宫的结构，影响到将来的生育，并且因为肌瘤的问题，子宫的缝合难度也会很大，也不可取。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选择切口是第一步。田主任，我有个想法。你说。切口是不是可以选择在肌瘤的下缘？这样的话可以避开大出血的危险点，在夹缝中抢救母婴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既能降低产妇的出血量，又能够避免在剔除肌瘤的时候给产妇造成第二次的伤害。需要行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。看来这个办法还是比较稳妥的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还是关机了。要不去他家里看看？家里电话我也打过了，也还是没人接。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了，因为他从来不会这样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在派出所遇到了非常棘手的事情，棘手到他家也没回，手机也顾不上充电。我就不应该跟陆地抢患者，每次干这种事儿，准没有好下场。是我鼓励你去抢的。是个好方案，也是个好机会，这些我都承认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都弟的想法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功课，我都没有想出来。我输给他，我输得心甘情愿。你就别自责了，还是继续联系黄主任吧。实在不行，请个假，去他儿子学校旁边管辖的派出所看看。一会儿跟患者和家属沟通，一定要耐心，千万不能犯上次杨真真那样的错误。去。医生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医生的东西，麻烦您他回来，您跟他说一声，那个我不小心给弄散了，我也不知道这里边东西对不对，你让他检查一下。好的，您去忙吧。谢谢啊。喂，好的，我马上过去啊。早上各科的会诊很成功，田主任和各科主任已经制定出了手术方案，我现在给你们讲解一下。不是跟我们换成吴医生跟黄主任了吗？怎么是你啊？
他们有特殊的情况，田主任还是让我负责你们。不是，你们医院到底在搞什么？怎么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啊？你们放心，明天做手术的还是田主任。好了，老伴儿，咱们选择相信田主任，您请讲。这是手术同意书。这个手术最大的困难就是从哪里开刀才不会大出血。肿瘤。我儿媳妇她得的是恶性肿瘤。赶快呀，烧金子在这兜里，往后靠点，马上，快点来，吃啊！好了，不着急啊。您先别着急，目前肿瘤还不能确定是恶性的。可是那是你们上边写的呀。来，宫颈癌，不是说是子宫肌瘤吗？等等，这上写的不是杨叔的名字，这是我们的手术同意单吗？杨叔的。你们连这个都能搞错？你们不是生计吗？生计不是最好的医院吗？你们这样让我们怎么能相信你呢？对不起，我马上拿队伍了。怎么能这样呢？老伴儿，刚才我以为咱儿媳妇真得了癌症了。你说这要是得了癌症，怎么跟儿子交代呀？吓死我了！那个黄主任说不是良性的吗？说这个杜医生不靠谱，他还真不靠谱的。你看看你那桌子底下，刚才保洁阿姨进来，把你们那家弄掉地上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是故意想看我出问题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是对的，我再给你们讲解一下吧。等一下，我要让我儿子和杨叔以前的主治医师刘主任一起听一下。外院的医生听我们的手术方案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太好的？最起码人不会拿错手术知情书啊。请讲吧。手术的开口在肿瘤的下缘。你把片子发过来，我看个位置。田主任的决定没有必要让他来做判断吧？麻烦您把片子给我拍一下。拍清楚点啊！哎，好。我看不出来有可以下刀的地方。请问您做过几次这种手术？子宫肌瘤的手术肯定是做过的，但是像这种大型的子宫肌瘤合并妊娠的，没有。那你就没有发言权。患者家属再三请我来，说明不信任你，我也要对我以前的患者负责。杜医生，您请继续讲。考虑到手术中可能会大出血，止血的方案你们想好了吗？打算备多少血？用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。腹主动脉球囊也不是万能的，你们大医院就喜欢用这个。它的肌瘤那么大，放置球囊要在 X 线照射下进行，胎儿的风险你们考虑过吗？还有放置球囊的并发症，你们考虑过吗？哎，干嘛呀？你干嘛挂我们电话呀？一个没有能力给患者做手术，只会用质疑来找存在感的医生，我没有必要跟他废话。如果你们怀疑盛基妇产科主任的手术方案，为什么要来盛基？他在线我就不多说了，我没有必要给一个外院医生做汇报。我们不是怀疑盛基，我们是不相信你。制定手术方案的人不是我，做手术的人也不是我。
我只是来把田主任制定的手术方案给你们讲解一下，在你们完全清楚之后，请你们签手术同意书。那可不可以让田主任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呢？对呀，你把田主任找来呀。田主任现在在市里开会，回来之后还有2台手术，如果你们要等他的话，明早就不能做手术，因为在你们没有签署手术同意书的情况下，手术室不能做准备，而各科的人员也不能安排。这样的话，你们的手术就要推迟，而田主任明天原定的计划是要出差，你们是唯一1台手术。如果你们想要推迟或者找别人做，你们可以等田主任来亲自给你们解释。你，爸妈，慢点。我实在是太难受了，再拖下去，我怕孩子会有问题。你们就签了吧。再怎么说，这里是圣迹啊。好吧，杜医生，您继续讲。动画片这么好看吗？啊？平时啊，让你做5分钟你都坐不住，今天这都坐半个小时了。妹妹，妈妈出去了。妈妈走了。妈妈，好酸。妈妈，你藏哪去了？你在睡吗，我的喊你，我在聆听你的呼吸，嘴角的笑容那么触手可及，我多么幸运能够遇见你。小小手掌轻轻牵起，我的心中有了勇气，陪你走过所有四季更替，你的成长点滴我写进心底。听见最幸福的哭泣，空气都变得那么甜蜜，你的眼神填满世